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我是以威。手机已经成为每个人必备的资讯接收装置，不仅是人手一机，配备2只以上也不在少数。可以说是现在没有手机的人应该少之又少，甚至一不小心还被开玩笑说，你是原始人吗？怎么都没有手机？但其实你知道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手机了吗？更夸张的是当时的技术，手机尺寸要做到好几层楼这么高，这仿佛是要给巨人们用的，怎么回事呢？这个巨大的手机传输效率又是如何呢？仔细想想，我们每天使用手机真的是非常厉害的科技。想跟朋友联络，只要拿出手机滑几下就能够传讯息开视讯，更别提上网看影片玩游戏社群网络等等的活动了。全世界第一只手机 Motorola 在1973年4月3日推出，它的重量呢有2公斤，有一种一边讲电话一边重训的概念。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款手叫做黑金刚，比那种2公升水壶还要再更大，然后也只能讲电话，其他什么功能都没有。那等到我高3，差不多是2000年前后，开始各家争鸣，出现超多像是小海豚Nokia 8210Nokia 3310，Motorola V3688，Sony Ericsson 鲨鱼机，Panasonic N95，不对，那个是口罩应该是 PHS 那款 Panasonic N92啦。总之我相信如果是我这个年纪的观众，应该会对这些手机名词相当有感。然后想起我们当年去买手机，真的会有选择困难，因为每一款手机的外形差超级多，各有各的爱好支持者。下课还互相借手机来玩玩看。但如果你是国高中生，可能就觉得说，这些东西都很古董咯。不过刚刚那个是我们从现代科技的角度来看，如果翻开历史课本，你就会发现，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就有手机了。当时手机不只是2公斤重，或者是2公升水壶大简直是有好几层楼那么高，听起来好像是给巨人们使用的。那这些手机的传输速率也超级慢，看影片一定不可能，连打电话聊天都办不到，超级阳春。基本上它只能传递有或是没有这样的是非题，很像那种青春爱情喜剧里面告白之后女生远远回过头来再比个大大的圈圈在头上那样子。那我自己呢是当年比较常收到胸前比叉叉的这个样子啦。好，不管这个，那这2只手机它也彼此没办法远距离的传输。如果想要传远一点的话，该怎么办呢？古代就需要好多只手机，还需要好多人帮忙操作，一路像那个接力传货物一样，一路把讯号接力过来。关于这段历史有这么一段文章记载：唐法凡边城侯望30里处置一峰，须在山岭高峻处，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里数，要在峰峰相望。若临边界，则烽火外周逐成丈。翻译成白话是：每30里就要摆1只手机。如果在山上或是有障碍物、信号不好的地方呢，就没有一定要到30里才能放手机的限制，尽量放好放满，务必让手机能通话。如果是在边界，要记得架设屏障保护，免得手机被外族破坏。你光是想象这个画面就会觉得很奇妙。山脉上1只接着1只的巨大手机，真的是要晋级巨人要用的吗？到底是要干嘛的呢？我想有些人应该已经猜到，那其实就是烽火台，是中国古代为了传递军情所设计的通讯系统。一座烽火台上有几位士兵，备有大量的稻草跟木柴。如果看到敌人侵犯，或是前后的烽火台燃起狼烟，就会立刻燃烧干柴，释放狼烟，将有敌人这件事情传递出去。所以你看虽然只能回答是非题，但这个不是一般的是非题而是要打仗了这样攸关国家存亡的重大资讯，所以非常值得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建设。而虽然尺寸差很多，传输能力也差很多，但烽火台就真的是一个上古时代标准的通信设施。那关于烽火台最知名的故事，就是周幽王跟褒姒的烽火戏诸侯。周幽王点燃烽火，各路诸侯看到之后赶快来救周幽王，结果发现是周幽王为了讨好褒姒恶整他们。那诸侯很生气，后来敌人真的打来，周幽王再赶快点燃烽火，那大家觉得说又来了，你根本就在骗人的，
所以就在家里休息，根本没有出兵过来帮忙，然后西周就灭亡了。那一般讲完这个故事我们都会说周幽王不该把重要的烽火台拿来讨好褒姒，我们不可以觉得好玩就骗人，听起来像帝王版的放养小孩故事。但其实说到底，最终会出事，跟烽火台这款手机的通话能力不佳也很有关联。你想想看嘛，如果周幽王可以靠烽火台讲话，他就能好好跟诸侯解释说，这次不是闹着玩咯。那甚至如果烽火台可以跟 iPhone 一样搭配5G 吃到饱方案一样强大，那周幽王就可以直接叫边境的士兵来拍敌军打过来的照片，或者是直播敌军外族兵临城下的画面，这样子诸侯知道说，这次不是开玩笑，真的赶快过来相救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人的生活品质真的是很好。古代是只有帝王曾用的通信设备，但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手机都比他当年的烽火台强上几千亿倍，那真的是几千亿倍不是夸饰法。怎么说？好，先暂时撇开周朝没有麦克风喇叭、镜头、荧幕这些设备问题，我们光看通信能不能通话或视讯关键在于传输速率够不够。烽火台的传输速率跟现在比慢了多少呢？理论上传输速率5G 是可以超过1 Gigabits per second 的。那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Gbps 这是什么单位它的全名是 Gigabits per second， 后面的 bits per second 是每秒传递几个位元。一个位元呢就是一个0或一个1，你可以先简单想象，烽火台点燃就是1，没有点燃就是0，所以烽火台每次传递就是1个位元而已。那 Gbps 前面的 Giga 又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这样子，1后面有1、2、3，总共就是9个0，也就是10亿。所以你看很多零数起来很累，所以在一些手机的描述上面会直接看到 Gbps， 就是每秒传输10亿位元这个单位。在4G、3G 的时代有用到 megabits per second、kilobits per second 这个部分，就表示1后面有6个0，百万；1后面3个0，意思是指每秒传输100万位元，每秒传输1000位元。你不用特别去印记，只要知道这个是西方的习惯，就是每千倍就有个新的名词去描述，就像 thousand 是千，百万是 million， 10亿是 billion， 之后会有兆 trillion， 对应到通信的速率单位就会有 kbps、mbps、gbps 这样子。那补充说明一下那会有往上越来越大，也会有往下越来越小，像是 nano 奈米就是10的负9次方。刚好跟 Giga 是对应的关系，这单位在科学科技上有非常多应用。对应到数学呢，就是次方科学记号、表示法等等知识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之后再来好好聊一聊。回到通信速率计算，刚刚前面讲烽火台是每次传1位元已经够少咯，而且更惨的是它还不是每秒传递1位元为什么？因为点燃烽火需要花时间我们假设说负责点火的士兵经过特训，个个都是超强的烤肉高手，只要花5分钟就能够把狼烟点燃。那样子的话，传输速率也是5分钟传递1位元，差不多是1除以300嘛，结果是0.003 bps，跟1 Gbps 的传输速率就相差了3000亿倍。很难想象如果是周幽王跟褒姒想要享受现代5G 通信的品质，跨越两地零时差聊天视讯，他就得一口气盖3000亿个烽火台，才能实现你我手中一只手机的效能。所以说，现在通信技术真的是非常厉害。那纵观历史还有很多类似烽火台发明，比方说，你一定听过一段名言：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是出自于牛顿写给另一位科学家虎克的信。但八卦一下这句话其实后来有人发现说，牛顿在亏虎克个子很小很矮这两人关系不太好。不过能跟牛顿通信表示虎克绝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科学家。那虎克曾经在1684年提出一套系统，让远方的人可以用看的方式来沟通。他选择视觉而非听觉是因为我们看得比听得远，声音在传递的时候呢，很快变得很小，会衰退，但用看的就比较不会除非说现在那种空气污染，但以前时代应该空污也不像现在那么严重。那海上的空气很好，船与船的距离很远，就刚好很适合这样的视觉通信。虎克后来做的系统呢，就演变成到航海时人们会悬挂不同款式的旗帜，
或者是双手各拿一支棋子比划的棋舞。只要想出26种不同姿势，对应到26种英文字母，如此一来只要比出这些姿势，就能写出 LOVE，像这样子。所以旗语啊、烽火台其实概念上都是无线通信。从烽火台例子，你也可以发现，虽然手机是近代发明，但是通信是自古以来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需求。我们都想跟远方的亲友联系，想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书信也可以算是一种通信系统。认真来说，你还可以去算算看，说，一个中文字是2个位元组，不是位元哦，是一个位元组有8个位元，所以一个中文字是16个位元。假如你写了满1000字的书信寄出去，平均3天，你心爱的人收到，并且开心来看了。所以挑战来了，你这1000字3天传送到的书信总共是多少位元？而这封信的传输速率又是多少呢？快起来留言区跟我们一起讨论。先跟你透露我们接下来会制作一系列的通信科技相关影片，从历史故事讲到通信科学家，接下来还会介绍更多的通信相关知识，让你认识新闻报道中常听到的一些专有名词，像是什么是频带啊、频宽啊，现在通信技术这么厉害的关键又是在哪里？而这些技术跟我们在平常学校里面所学到的各科物理啊、数学知识又有怎样的连结？我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进入这个有趣、改变全人类生活的通信世界。如果不想错过的话，记得赶快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数感实验室，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